嗨，我是蛙板。很多人都在结婚之后才非常抱怨对方的原生家庭带来很多的困扰。可是其实在交往的时候，你去他家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出他的原生家庭透露的事情。不论男生观察女生，女生观察男生都是可以的。今天来聊这个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但到底要看哪些事？我们一个一个来哦。第一个，我建议你可以看他们家是不是父权家庭。什么是父权啊？就是男尊女卑。是不是爸爸一个人领导家里的一切，其他人就是全部都听话就好？女人就是妈妈的地位是不能跟爸爸平起平坐的。以前传统社会的家庭确实大部分是这样的。那父权家庭有可能引发后面很多问题，那你就要去思考这些东西你愿不愿意去承受，再决定要不要跟他结婚哦。那父权这样会影响什么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女性比较没地位，东西都要听男生的。所以他的父母比较不会尊重你的意见，而会觉得男生这边的家庭或男生这边讲什么，你听话就好啦。所以你怎么意见那么多啊？女人哪有意见那么多的？是不是就有这个问题了？好，或者是小孩当然是你带啊，他男生当然是好好赚钱啊，你怎么会叫他帮忙你呢？哟，好讨厌哦！难道不是他生的吗？父权家庭，男生就是赚钱就好。女生其他都是女生要忙的事情，好累哦，对吧？再来还会影响什么事情？所有家事他会觉得你要做啊，理所当然，这不就是女人的事吗？什么东西啊？这就是父权家庭。所以你们刚刚听父权，其实没有听得很懂，就觉得哦父权，可是实际到底衍生为生活细节是什么？就是这些事。那如果这个父权家庭是女生那边呢？如果是女生这边，男生你不要以为哦，男生可以当老大很好啊，女生听话就好。没有哦，如果是女生那边是父权家庭，我曾经听过的案例，应该很多人也有听过，就是爸爸这边会觉得，那你是男人，买车买房都是你啊，怎么会叫我女儿出钱呢？哦，是不是？压力好大哦，就不要娶媳妇儿，没钱结什么婚，对不对？然后就搞得你们一直结不了婚，因为他认为他女儿不应该负担，对吧？然后或者是一直嫌弃你的事业不够好，怎么养家，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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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以父权好像对男生女生都是一种伤害。没有谁就是一定是好处多多的哦。我还有一个案例是我朋友，他遇到的状况是，他去了女朋友家里，本来已经论及婚嫁了，结果发现他如果要娶这个女生的话，这个女生的爸爸因为非常的父权，所以就觉得哦，那我们家的债务有人分摊喽。哇塞！因为他就觉得我们家接下来这样子，你一起分摊是合理的啊。你不是男人吗？那你要一起处理啊。爸爸，你不是男人吗？他处理了很多年了，现在女儿嫁给你，换你也要处理了啊，不然我女儿为什么要嫁给你？懂我意思？好恐怖。所以父权是不是有很像这种女儿会拿去换100头羊那种那种感觉，知道吧？女人有点像财产一样，这样理解父权家庭哈。那大家也可以观察自己家是不是有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传统的爸妈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会以为理所当然，你会不知道这样不对，然后你也会再嫁到一个这样的家庭里去，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不管男生女生，他们对方的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呢？第二个是他爸妈都问你什么问题，就表示他们在乎什么。例如一直问啊你赚多少钱的，表示他在意收入。一直问你毕业哪个大学的，或你们公司是什么大企业吗？表示他很在乎社会地位。对，那这些东西也会对你们后续造成影响。因为如果你的社会地位不够高，他有可能会一直嫌弃你。那如果他的标准什么东西都是用多少钱来算的，他也会不断的认为啊什么钱是谁付的，那你不可以付哦，那你这样多付哦，这样子他应该多赚点钱哦，就会钱。对，所以去人家家做客的时候，不要只是一直想要取悦对方的家人，怕他们不喜欢你，你也要睁大眼睛挑，你要不要让他们成为你的姻亲啊？不是只有人家在挑你，你也要挑你的婆家，挑你的娘家啊！而且也要注意，在这个询问跟了解你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做到尊重你，还是有点让你不舒服，这也要注意一下。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在某大企业上班，他去对方家的时候，家长就说：“怎么同样做这个，怎么不去叉叉企业那边福利比较好然后薪水也比较好他朋友就是在那里的，怎样。这个过程中，反正就是语气上面让他有点不舒服，他就觉得他好像不够好，被嫌弃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如果继续下去，有可能会被嫌一辈子，甚至会被逼迫要换工作，甚至对方可能会一直跟自己的女儿说：“你男友怎么那么没出息，什么什么的。”你懂我意思？对，就会一堆这种事情，所以他那时候就有感觉到好像没有那么适合往结婚走。那我还有个女生的朋友遇到是，她去对方家里吃饭的时候，刚开始还好，接下来多去几次就发现对方家庭那边开始在管她的穿着，她要不要穿这样啊？女生应该怎样，就好像嫌你不够端庄啦。什么裤子穿这种破破的啊，头发染这种颜色啊，对，是不是？那你就要注意到了。如果光是女朋友，她就已经开始在管这些细节，那结婚呢？她什么大小事，搞不好连你家的摆设她都要管对，她没有尊重你的个人风格跟喜好，而是觉得如果我儿子要跟你在一起，那你可能就不要穿这样了。你懂我意思？有一种把你当财产的感觉。那刚那个案例是男生觉得所以我要跟你女儿在一起我就应该做什么什么工作，你比较有面子就对了。都是一样的，都是类似的。注意一下，
对方是不是其实有点嫌弃你，然后是不是并不够尊重你，而是想改变你、修正你。想要修正你这个人的人，你以后会有很多事要被他修正哦，很多哦。他是会想把你变成他想要的他要样子。量身定做你，他要客制化哦，对不对？对，所以这后面就会一堆事。然后如果你们要是生小孩，会有更多事。他连你都要量身定做，他不想量身定做他的子孙女儿。休想！那你去男生家的时候，你有观察这些事吗？没有，你是不是说我来洗碗就好？太多女生都这样子，婚前乖宝宝，婚后才要做自己，脑壳灵啊。我念书的时候，我就去我男友家。那时候聊天的时候，他妈就问到我成绩的事情。他一听到我成绩就是没有很好的时候，他立马变脸嘞。立马变脸，对啊就对你没有这么亲切对啊，了，是不是？就好像你成绩怎么才这样而已。好尴尬他马上变脸，这个很尴尬，因为你就一秒就知道自己被嫌弃。对啊，而且你就会觉得你走了之后，他一定会跟你男朋友说，你为什么跟这样的女生在一起？对啊，他不能帮到你什么，可能就是这样。对对对，他就觉得他以后会没出息什么的。我超尴尬，所以后来我就不回家。成绩是能帮什么？这个很恐怖，这个个其实就很像女生的爸妈都会问男生，那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对，然后你做什么工作，收入多少一样，就是感觉你好像被身家调查，我这样是不是就配不上他的那种感觉？对啊，对，所以我觉得不是不能问哦，重点在态度。因为我们一定都会问，不然我到底要跟你聊什么？我一定会问啊，哎呀，你高中念哪里啊？你大学念哪里啊？搞不好我只是想说，会不会是校友可以跟你聊啊？或者是你们学校那个校风好像怎样的，可以聊。可是我的态度是很开放的，轻松愉快对对对，你不管讲什么学校，我都会只是要跟你聊天的线索而已。我不是那种你讲的那个学校，我就觉得那个学校好像很烂这样，那个脸就变了，那就有问题。那你就要注意到他没有看得起你哦。一个看不起你的婆家或娘家是好事吗？第三点，观察一下他跟家里的关系怎么样，他是用什么态度在跟家里的人相处的？例如他是听话乖巧的那种吗？做什么事都要听爸妈的那一种吗？还是每周末都要回家陪爸妈的那种？真的有哦，我很多粉丝跟我说，他每周末都要回家哦，他是不能够周末都在陪女友的哦。然后或者很多事情就只要爸妈不同意，几乎就不能做的那一种哦。还是妈妈还在帮他洗衣服的那一种，是不会自己。因为就住家里嘛，很容易就会变这样啊。好，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要注意到这些事，为什么？表示他依附家里很重。很多人听到以上可能会觉得就还好吧，如果住家里不是这样很正常吗？他是很靠家里面的资源生活的一个人，所以他就不会非常的独立自主。那这样的人基本上不会为了你去违抗自己的家庭，因为他会影响他的生计，你知道吗？他是依附，他是在这里生活的，他没有办法断掉在这边的生活，然后挺你。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跟他们家人有什么不合，或是对方不喜欢你的时候，他很难为你挺身而出的，因为他太依附家里了。这样理解？如果你很独立自主，相对就会比较觉得我喜欢就好啊，你们意见那么多干嘛？可是你很靠家里的时候，你比较难这样做。最主要是观察他是不是够独立自主，他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是什么都要听爸妈的？他有没有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想法？不然你就得跟着他一起听话哦，因为他很听话，他就会拉着你一起听话，你知道吗？然后如果你在那边说，可是这个我们不能自己做决定吗？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听爸妈就好，爸妈是为我们好啊，你懂那个感觉了吧？就是他不会为了你违抗爸妈的哦。所以你们意见不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偏听爸妈的。那这个你可不可以接受？你就要想一下了。不能嫁了，只要这样就不行了吗？不行不行。确定？你去他们家，你真的有在观察这些事吗？我没有。那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效果？顺便提醒一下，女生不要觉得男生孝顺啊，或跟家里面感情很好就很好哦。我讲一个女粉丝说的全家感情超好的，所以她每个周末都要陪弟弟妹妹，就小几岁的那种，然后接送他们，然后陪他们，或者是周末都要陪家人，然后旅行都一定要家族大团体旅行哦，没有在你们两个自己出去的哦。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结婚之前为什么都没有观察到这些？他说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家族感情很好，感觉很热闹。然后我没有想到结婚之后是我们完全没有夫妻自己的时间。女生就要学到，你们婚前基本上是怎么样的，婚后就是那样。如果婚前你们的约会就是都要去他家，或是还要带着他弟弟妹妹一起吃饭，或者是经常一起家族旅游，你男友几乎没有在跟你自己一起两人的行程的时候，婚后当然也是这样啊。而且只会更多，因为生了小孩之后都要带回去给爸妈看。天哪！大家自己要串接，不要一直以为结婚是一个分隔线，结婚前是这样结婚后会两人世界，怎么可能啊？不可能，这是连贯的，这都是连贯的。所以很多女生是结婚前觉得这样有吃有玩很热闹很开心，婚后一直狂抱怨。可是你婚前就在过这种生活，你那时候不是很开心吗？对啊，你现在抱怨什么？第5点就是最重要的，你跟他家人的相处问题，他的态度是什么？无论是你抱怨他陪你的时间不够，还是家人不够尊重你，或者是你跟他们家人相处起来觉得哪里不舒服，男生也是哦，搞不好女友家人对你的态度你不是很舒服，这个时候你的伴侣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是说哎呦忍一下就好了啦，还是说他们没那个意思啦，
你想太多了啦，还是跟你说不要理他们就好了啦？就是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是叫你用什么态度面对他们的，还是他甚至责备你？你为什么都要这样想啊？我妈是为你好他现在的态度就是他以后结婚之后的态度，不会变。还会更严重吗？对，哦，所以结婚前他如果没有向着你，婚后他绝对也不可能向着你。好可怜呢。对啊，所以婚前明明就知道的事情啊，还跳进去。有一个男粉丝跟我分享他跟这个女友交往的时候啊，女方的家人一直把他当奴隶、当司机，什么都叫他弄，什么都叫他载，然后谁要去哪里就叫他来接送，然后他就一直心里面有一种对方好像觉得，如果你要跟我女儿在一起，你就是要做这些事，这种理所当然的感觉。就是女生也有一种觉得，就是怎么了吗？为什么不行？你就帮个忙啊什么？为了我做这些事，对，你不爱我吗？我妈说只要爱我就不会这样子一直抱怨，就情勒大法有没有出现？对啊，或是帮我加一点忙，让他们喜欢你不行吗？这种东西其实男女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男生也很容易会跟女生说。那你就洗一下碗，让我妈觉得你很有礼貌，不行吗？不行，对不对？就会说你就装乖一下，就是不行吗？我就不乖啊，最好有这样。好，所以建议啦，永远不要跳过对方去跟对方的家人正面对决。你一定要记得，你跟他的家人会有任何关系，都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怎么可以不关他的事呢？要记得谁的家人谁搞定，所以对方的态度是最重要的，自己注意咯。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